嗨，大家好。今天呢是礼拜六啊，周末的时间。现在呢，我开出祈福新村。前一两天呢，台风啊杀了一个回马枪，造成了据说是100年还是500年一遇的强降水啊，造成了整个广东省珠三角，尤其是大湾区，其中包括呢广州、深圳还有香港，全城淹水。现在自媒体啊比较发达，网上大家拍摄分享的短视频、照片啊，触目惊心。香港的黄大仙地区不仅呢马路变成了河流，地铁站倒灌啊！看到有人在地铁站里面拍到的照片啊，就那个列车啊，居然能够在很深的水里面行驶啊！深圳也是，罗湖口岸啊，那些地铁站地上地下的商业街全都震水，和深圳相连的东莞地区也不例外。广州这边呢，也有一些大家分享的图片啊，据说也有一个小区的地下停车场被淹了，还有些车呢没有来得及撤出就被没顶了。另外一些像珠海、中山这样的地方啊，也有受灾的情况。总之呢，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啊，连续下了整整一晚，有些地区可能还不止，打了大家一个措手不及啊。本来前几天我们听说这个台风啊，在这边溜达了一圈，已经转往日本那边，给日本的关东地区、太平洋沿岸的像千叶这种地方呢，带来了强降水啊，那边呢都严阵以待。就听到这样的报道，谁知道呢，他又杀了回来啊！但是来的呢不是强风，而是强降雨。那不管怎么说呢，这种自然灾害啊，年年有。每年呢，在受灾之后啊，都会有一些人为的理由啊，比方说，居然搬出一个500年不遇这样的一种说法啊，真的不清楚500年之前有这么科学的雨量的记录吗？相信呢，有一些当地政府啊，推卸责任之嫌。今天呢是9月9号啊，是中国的教师节，老师们的节日啊。其实9月初呢，大中小学刚刚开学，老师们呢就迎来了他们的节日啊，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日子。而今天呢，还是番禺的一个大日子啊，因为这边修建了一条，刚要说呢，这个星光啊，这里居然不让上桥啊！刚刚说到啊，番禺的一个横贯东西的大动脉南大干线呢，在今天的凌晨终于全线贯通了。据说呢，建了10来年才建好的这条快速路啊，从南站附近啊，一直连通到番禺的最东头莲花山地区。将来呢，它应该是可以连通佛山，并且呢，过江去到东莞。大概总共呢30来公里长的这么一条快速路啊，来来回回修改了几次方案啊。最大的困难呢，可能就是拆迁带来的问题啊，使得施工的工期呢一再延长。去年的时候呢，我记得已经开通了一部分啊。总之，它就是分段开通。
那如今呢，据说是全线贯通啊。其实最后一段呢，应该是从南站这边出来，一直到番禺的省妇幼保健院，而恰恰呢，就在它开通的前夜，珠三角啊，大雨磅礴，多处水浸，有些地方呢淹得非常离谱，所以呢，网民们就在那里戏谑啊，说南大干线全线贯通。这个灌呢是灌溉的灌啊，就有些隧道啊被水灌满了的意思。这一段的路段啊，所以呢，今天因为也是周末嘛，本来想着早上出来应该车没有那么多啊，看来呢，大家是不是跟我的想法一样，都想去一睹全线贯通的南大干线为快啊？所以呢，现在我们去的方向呢，就是往南大干线的方向在行驶。可是呢，原本是想要走一段星光，因为我相信星光和南大干线呢是有个交通的。谁知呢，星光快速在金山大道的路口啊，干脆就被关闭了啊！不知道是因为道路淹水的问题呢，还是因为今天是第一天南大干线通车啊，害怕车流量太大，有意的把一些关键路口封闭，以减少车流量呢？这个我也不得而知啊。所以呢，我跟大家一样，现在都必须要转到番禺大道上。结果呢，从金山大道转往番禺大道的这个节点啊，现在是一个堵车的状态啊。终于驶过了一段缓慢的路段啊。现在呢，从右侧的万博商务区边上经过，驶入汉溪隧道啊。
眼前的呢，这个就是南大干线在番禺大道上的最重要的一个立交啊。就这条立交的南北向呢已经通了，而东西向呢就是今天才开通的这一段啊。因为是开通以后第一次行驶，也就是说呢，我这样又错过了想要去走一段南大干线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呢，看来还有一个适应过程啊，说不定呢，只能是往前面去到收费站附近掉头回来才行了。准备在番禺大桥的桥底下掉头。现在呢，我完成了在番禺大道、番禺大桥下掉头，看看前方能不能找到前往南大干线往东方向的路口。
南村万博商务区方向啊。希望这回路走对了啊！通过这座大立交的环线，现在呢转到南大干线往东方向啊。这条路呢是今天刚刚开通的，现在我就顺着这个方向呢走一段刚刚开通的南大干线。右侧这些高楼呢，就是万博商务区啊。我看到前方啊，一片拥堵的地方啊，看来还是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状况啊。那我就不去挑战了，我就借到万博商务区，看看能不能掉个头，再走一段反方向啊，去找到南大干线往西的方向，再去走一段。
看来这个万博商务区里面的很多的道路啊，都是给你设定成单向啊。明明你要走到一条大路上啊，但是它不能往前走，只能往两边拐啊。在这边呢，拐了好几条小街啊，掉了头呢，才去到我想去到的主路上。现在呢，已经行驶在汉溪大道向东的方向啊。前面呢有一个隧道可以掉头回去。其实右侧过去呢就是南大干线了啊，但是呢我看到排队的车非常的多啊，而且前面有一条景观路，据说景观路隧道呢都被水淹了，但是不是这样呢？我没有走到前面去确认啊。但我现在掉头呢，准备去走一段南大干线往西方向的路，也是刚刚开通的这一段啊。现在呢，我已经回到了南大干线上，这边到南站的10公里。从这边呢是可以连到星光快速路上的啊，而这一段呢恰恰就是原本没有通车的这一段，是今天早上刚刚通车的。看来这一段没什么人气啊，没有什么车，就我一个人在这条南大干线新开通的道路上畅行无阻。
听说呢，这条南大干线从刚开始建设到现在呢，已经经历了差不多9年的时间，接近10年了啊。从2014年开始建设，但不管怎么说呢，总算它也基本贯通了啊。在这样一个城中村遍布啊，乡村经济发达、人流密集的地方，硬是开通了这么一条快速路啊，也是相当大的一个工程，很不容易。以前在没有修这条路的时候呢，前方就是星光快速啊，它是有个路口可以去广州城区，或者是左侧呢可以回到番禺。现在呢，通过这些一个又一个的隧道啊，直接通往南站附近。现在又进入一个隧道。我已经看到了这个牌子上南大干线的终点中山路啊，继续往前呢，应该是可以去到佛山。现在呢，我继续在南大干线接近起点的中山路附近行驶。前方牌子指示着去往广州南站、佛山高明等地啊。看来右侧这条匝道呢还没有开通。
整条南大干线这条马路啊，我看它的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啊，单向是3车道，某些地方呢变成4车道啊。可能往西的方向啊，今天没有什么人，所以显得非常的空旷和通畅。行驶到这边呢，应该已经到了南大干线尽头的地方了啊。前方呢已经快到广珠西线高速了，那么也就是再往前走呢，就是佛山了，魁奇路啊。既然来了，就继续往前走一下，看看是不是已经连通到了佛山。这边呢还有一些高架的工事还没有完工啊。前方呢就是潘海大桥了啊，相信呢就是番禺到佛山之间的这座大桥了。看到前面进佛山的车辆啊多了起来啊，好像还堵车了。这个上面呢是高铁的高架桥。现在我们在潘海大桥前面啊，比较复杂的一个立交系统前面啊，有一些拥堵，应该是红绿灯的缘故啊。过了这个红绿灯呢，就可以上到潘海大桥。过了潘海大桥呢，就是佛山地界了。在上这个潘海大桥的地方啊，经过好几次信号灯的转换，终于呢可以驶上潘海大桥了。看来这边呢会有一段时间形成一个堵点啊。现在广州和佛山之间啊，确切的说呢，番禺和佛山之间呢，其实很多的交通路网已经日渐发达。除了这个潘海大桥呢，还有更早前建成的海怡大桥，相信还有很多其他的大桥呢，连接两地。看牌子呢，这边应该是可以去到城春禅城方向啊。
现在呢，我驶出了主路啊，希望在前面呢找到一个掉头位，掉头回番禺去。看看这个天色又阴沉了下来啊，一场大雨应该是躲不过啊，所以各地政府呢都是严阵以待啊，希望不要重蹈昨日的水政的覆辙。从这里呢可以掉头啊，边上还有个小镇叫佛罗伦萨小镇。看来广珠西线呢就在前方500米啊。我们以前经常走广珠西线呢，是从芳村那个路口去珠海，经常会利用啊。现在呢，我掉了头啊，再去走一回潘海大桥，通过南站地区呢，再回番禺去。希望呢，再去重走一回刚刚走过的南大干线啊。右侧呢就是佛罗伦萨小镇，相信呢就是一个欧蕾。我们再走一遍潘海大桥，前方呢就是潘海大桥了啊。看来呢，南大干线啊已经跟潘海大桥无缝连接啊，就是通过南大干线，使得广州的番禺呢到佛山有了一条时速高达80公里每小时的快速路，已经把广佛呢同城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后呢，大家可能更会期待啊，南大干线通过莲花山，经过将要建设的狮子洋通道，去到东莞，然后呢，进一步和深圳那边相连。
现在呢又回到了刚刚来的时候的这个堵点啊。我觉得这个红绿灯如果将来不拆除的话，这个地方应该会有一段拥堵路段啊。而这恰恰是广州和佛山共管的一个区域，再加上呢上面走的是高铁啊，是一个路况比较复杂的地方。现在刚好有高铁和谐号啊缓缓驶过。正在等红灯的时候啊，我就看到头条推送的一条消息啊，南大干线全线通车，9日0时啊，就是今天的凌晨，南大干线东兴高速至省妇幼医院段、中山路至东兴高速段主线开放交通，至此南大干线实现全线通车，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横向交通的重要动脉。但是受暴雨影响，截至9月8日，南大干线观景路隧道排水除险工作在加紧进行，除险作业后会开放交通，也就是最近1-2天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叫观景路隧道啊，完全被水淹没，所以呢大家才会有戏谑它南大干线贯通啊，就被水灌满这样的一个戏称啊。所以刚刚今天没有过到那头去，我估计就是那一段啊，应该还在进行排水清理的工作，所以今天其实并没有办法完全贯通南大干线那个路段啊。所以呢，看来到南大干线的西面佛山潘海大桥这边来走一段呢，还是明智之举。现在呢，我们已经驶上了南大干线啊，已经回到了番禺地区。从潘海大桥到前方的番禺大道啊，路上的标示呢还是非常的清晰。左前方呢有一栋高耸的细细的大楼啊，那是日立电梯厂的厂房。看来这边出了大的车祸啊，有一台车子啊把一个铁柱子都给撞断了，车头也损毁的严重。第一天通车就出交通事故啊。从这条路的两边呢，可以看到有大量的一些产业园区，看来还是乡镇企业啊，工业比较蓬勃的区域。
我看到了星光快速的牌子，看看能不能在前面转上星光快速，向南的方向从这个富石路隧道右侧出口出来呢，就可以上星光快速了。但是呢，很莫名其妙的在这个路口这边居然停了那么多的车，占住了道路右侧呢就有星光快速的路口。几乎被堵住的一个路口，上去呢就可以回到祈福新村方向现在呢已经上了星光快速。
回来的道路呢还是非常的通畅啊。今天呢，我们去尝了个鲜啊，番禺的一条横贯东西的大通道，交通大动脉啊，南大干线全线贯通。虽然是周末礼拜六，但因为天气原因啊，某些路段恐怕还有一些积水没有排除干净啊，所以今天马路上的交通啊还是很成问题。这又是什么状况？将要回到金山大道出口地方啊，前面被拦得严严实实啊，只留了一个小口子，让车辆排队通过啊，又造成了一段拥堵的路段。这个路上经常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啊，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右侧这边星光路上啊，有一些积水还没有被清理干净，所以呢，造成了车辆非常缓慢的通过这个路段。所以我相信啊，今天我们来的时候啊，就在金山大道啊上不了星光快速，我估计可能就是跟星光快速路上啊这一段路段还有一些积水没有被清理干净有关啊。你看这边有很多施工的工程车辆挡在这边啊，不让大家通过。所以这一场好雨啊，造成了很多路段积水，某些交通设施呢遭到了破坏，甚至严重地方呢还有很多的车在水里抛锚等等，这些情况呢都影响到了道路的行驶通畅啊。那幸好今天呢是周末，毕竟大部分人都不需要上班，相信通过今天和明天的清理呢，到了礼拜一啊，应该一切都可以恢复正常。今天呢，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底下，去走了一段啊南大干线，尤其呢是由东向西方向一直去到佛山，经过潘海大桥，深入到了佛山的福地啊。但是呢，很快我们就掉头又回到了番禺。虽然今天很遗憾没有走一段完整的新开通的南大干线路段，但不管怎么说呢，还是为这一段好事多磨、经历了近10年建设终于开通的路段呢，松一口气啊。相信呢，随着相关设施的完善，将来呢肯定是会成为从佛山经番禺，进而呢去到东莞的一条交通要道。那我们以后在天气好一点的时候啊，找一个合适的时候再去完整的走一段全线贯通的南大干线。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以一个喝头啖汤的心态啊，尝了一口鲜，也跟大家呢分享一下啊，我们作为居住在番禺的居民，为一条新的为大家出行带来方便的快速干道的建成捧个场。也希望呢大家有机会啊能够到这边来亲自体验一下啊。番禺呢还在建设的那些干道啊还有好几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虽然缓慢啊，但终究呢一条一条都会建设而成，为这个地区和广州市区乃至周围的地方出行呢带来更多的方便。那我今天行车慢聊的分享呢就到此为止，欢迎大家来番禺做客，谢谢大家的观赏。
我们下一段旅途再见，拜拜。